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不晓得各位对于后置的颗粒感有什么看法呢？在比较早期的观念中，颗粒感常常被联想到高 ISO 所产生的电子杂讯，仿佛是一种必须尽力去避免的摄影失误。但随着现代无反相机的画质越来越清晰，在后置中刻意加入颗粒感的影像风格似乎也有增加的趋势。我想人们除了厌倦过分锐利的数位感，应该也有被近年来重新回暖的底片氛围所影响。这几年以底片色调为卖点，成功突破同温层的相机品牌，例如富士、鱼理光都有一项共同点，那就是能直接在机身内添加颗粒效果。Nikon ZF 这台相机，我过去已经做过不少使用它拍摄的主题。我非常喜欢它的黑白模式，灰阶过渡滑顺，色泽浓郁。但比较可惜的是，它一直缺乏传统黑白底片的颗粒感。如果想要呈现那种效果，就必须另外进修图软体中额外添加。近期Nikon发布了 3.0 版本的韧体更新，我们终于有了内建颗粒的调整选项。我自己作为颗粒的爱好者，也是第一时间就上手更新。接下来我会说明这阵子的心得与感受，而在影片正式开始前，也请各位记得按下订阅键，这对我是非常大的鼓励。那就让我们开始本次的主题吧。Nikon 这次在 ZF 的韧体更新中新增了颗粒效果这个选项，能够直接在机身内选择不同的颗粒强度与大小，具体分为1到6档的强度，以及 S、M、L 3种颗粒尺寸。数字越大，颗粒感越明显，而尺寸越大，则越接近底片放大后那种粗糙但温润的风格。在实际使用上，低档位适合只打算稍微柔化细节、压低数位感的使用者，中段则能营造经典底片的氛围，而高档位会让整体颗粒变得相当明显，甚至在阴影处能看到类似柯达 Tri-X 或 Double X 那种逐渐凝结成像的银岩质地。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强度3搭配 M 尺寸的颗粒度，这样的组合既不会过于突兀，也能明显增加画面的质感。尤其是在肤色与灰阶过渡的区域，细腻的颗粒让层次更柔顺，少了数位画质那种生硬的界限。其他推荐的搭配如同画面上所示意的，基本上的思路就是颗粒尺寸越大，强度就越高。原因是小颗粒强度太高的话，很容易看起来过于尖锐，而大颗粒如果强度不够，效果又会出不来。最后各位可以看一下每种颗粒尺寸在最高强度之下所呈现的不同形态。我想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要在利落干净的照片中加上颗粒？对我来说，颗粒并不是害画质变差的杂讯，而是一种强化情绪的介质。首先，它能让影像多了一丝温润的印象，仿佛连拍摄当下的空气都被捕捉到一样，就像黑胶唱片里的杂音，水彩画上了纸张纹理，虽然不完美，但充满真实感。其次，颗粒感能够带来更多想象的空间。当影像的细节被轻轻模糊后，观看者的注意力就不会再被拉向技术层面，而是转向关注影像想传达的情感与故事。就像小时候的像素风电玩，明明只是一堆小方块，却比现代3A 大作更能激发我们的想象。
最后，颗粒感还能在某些情境下让肤质表现更自然。我们知道现代镜头的解析力极高，任何毛孔、瑕疵都会被无情捕捉到，但加上一层颗粒后，肤质会变得更加柔和，更接近人眼所见。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像摄影师、电影摄影指导会刻意加入颗粒层的原因。原本我以为这项更新只是省去后置的环节，能够更快的出图而已。但我自己在 Lightroom 中对比后发现，其中有关键性的差异。我们在后置软体里加入的颗粒，通常只是在影像上方覆盖一层遮罩，它并没有真正的与画面内的明暗阶调互动。就像在照片上撒上一层均匀的噪点，它确实能让画面变得不那么锐利，但放大看就会发现，那些颗粒并没有真正的融进去，而是浮于影像表面。相反的，虽然尼康并没有公开演算法细节，但从实际观察来看，它的颗粒形态更接近底片的结构，像是在影像生成阶段就被写入的。在画面的亮部、暗部与中间调中，都呈现出不同密度与深浅的分布模式。这种感受相当接近传统银眼乳剂曝光而自然形成的状态。亮部的颗粒比较细，暗部的颗粒比较粗。整体看起来就像真实的化学反应，而不是单纯的后期滤镜。这样的颗粒感不是浮在画面上，而是和明暗的阶调一起构成了最终的影像。尤其是在黑白模式下，这种颗粒的纹理更加明显。对我而言，颗粒不只是模拟底片的手段，更像是让数位影像重新拥有生命力的方式。摄影不该只是像素与解析力的军备竞赛。它同时也是抽象感受的载体，是传递情感的媒介。在这个画质已经趋近于完美的时代，颗粒感带来的不是退步，而是一种真实质感的回归。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所有内容。如果各位还有想看的主题或是感兴趣的老相机，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也别忘了按下订阅键，也欢迎分享给你同样喜欢摄影的朋友。我是 Eason，我们下次再见，拜拜。